大家好，我是小雨。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季中的改版。改版就是翻到这个公告的页面了。然后这次改版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主要是改了尤朵拉。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尤朵拉，其实它就只是把一些效果跟动画稍微改变了一点点而已。其他的被动它还是几乎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他说，在此次对尤朵拉的重置设计中，保留了尤朵拉单体秒杀的体验，在基础上给予不同连招下打出群体爆发或持续输出的可能性。这个其实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他说使其能适应更多的战斗场景，所以观看文字我是觉得没有任何差别的。我们还是在训练场稍微看一下，他的二技能一样是指定目标。一技能也一样是指定扇形范围但是大招的话变成不是锁定人头了，大招变成指定范围。我们试一下连技，这样现在是没有任何装备的状态下，那没有减 CD 的话，看有没有办法一技能可以接到第二下。现在的一技能它是有提供，如果伤害成功命中目标，会减少一技能 1.5 秒的冷却但是好像跟不太上被动效果的那个电能征服是跟不上的。敌人血量太少了，我们招个木桩，然后帮木桩买个装备。那我们带灰烬的话，灰烬只有10%的冷却，那我们先尝试20%冷却试试看。那现在有20%冷却，冷却是20%。我们看一技能有没有办法接到第二段的被动的征服效果。20%就可以达到了。现在是5级，我们20%减 CD 的话，冷却时间是5秒。我们试试看231有没有办法让一技能接2次。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所以20%的减 CD 是够用的。那我们再试试看123连击。123连击的话，它现在是可以打比较多范围啊。范围会比较大一点。但是123连击的话，我们就接不上电能征服效果了。那我们再试试看买附魔法器，凑到40%减 CD。现在冷却是40%，但是凑不太上45啊，因为装备已经满了。我们试试看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办法123连击，然后一技能看还有没有办法。你不要往隔壁的。我们看一技能这样有没有办法再接上被动的征服效果。这样子是可以的。我们把附魔法器卖掉，那因为一技能点满的话，它是会减冷却的现在是只有6级嘛CD 就5秒。那如果是升满的话，升满的话是4秒。这样123连击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接得上？我们这边来试一下123。目前是确定可以的，而且我们没有出附魔法器。可以吃到征服效果。所以我们的减 CD 只要20%就够用了，不需要去叠到太多。
20%就够用了，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原则上是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说我们的大招变成指定范围。那指定范围的话，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探草。指定目标的话是没有办法打草丛里面的人嘛，但是指定范围的话就可以变成这样。还有伤害太高了，帮他买个装备，再试一次啊。指定范围的话，可以打到里面的人。而且它有动画特效，可以探草。这边再看一次。确定是可以探草的，人也会出现。一技能一技能可以，因为会打到目标。它虽然英雄不会显示出来，但是我们荧幕上方会显示敌方的血条。那大招可以探草，人会直接现身。人不现身的话，就代表没有办法用指定技去打他。没有办法用指定技打。但是如果现身的话，就可以加上指定技了。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出装的话就是凑个20%减 CD 嘛。那我们因为要爆发伤害，就是闪电权杖，然后搭配这个法师的徽记跟启迪，这样子的话有20%了。20%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231，不对，213才对，213的连击可以让一技能在在5级的时候就可以接上被动征服的伤害。那穿透对尤朵拉来说的重要性还是蛮高的，因为穿透现在是可以打到负数的。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减 CD 是只有20%，只有一把闪电权杖而已。这边上面有写只有20%。第一下的一技能要有触发到征服效果才会减 CD。这样子才接得上。我们来看一下雷拉的这个木桩，它的魔法防御有没有办法被降到负数？它被降到-13了，那它的那个伤害是会 double 往上的。好，那我们继续看后面的英雄调整。半藏希望半藏在打乌龟跟领主的时候会稍微强一点。他的意思是说，改掉原本的消耗能量的方式，然后普攻英雄会获得15点能量，普攻神龟跟领主可以获得45点。那就代表说我们在打乌龟或是领主的时候，可以维持大招更长的时间。但是大招的冷却被砍了，现在要等比较久。这样也比较合理啊，不然那个原本的半藏啊，后期一直出来打免费的，那是非常讨厌的。半藏，好啦，那隔壁的啦，不要嗡。我这边稍微比较一下大招回能量就好。所以打英雄现在是没有办法回得很高的。这边再来试试看打乌龟有没有办法拼命回能量。可能我攻速太慢了，我们稍微买点攻速来试试。好，这边我们买了攻速3件套，那这样我们打乌龟应该是可以不用花掉能量。还是没有办法，它还是会消退，但是可以比我们以前维持的更久了。其他的话则是差不多啊。打英雄不会有什么体感，稍微加一点，然后英雄死掉一样会加能量。
所以半藏就是增强他的短板，增强他在抢乌龟领主的时候战力不足的情况。那其他的话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稍微砍了一点点大招的使用频率啊。然后卢卡斯其实已经非常强了，他因为对线太弱了，稍微再被加强一点点。我觉得卢卡斯应该还是要稍微再砍一点他大招形态的时候的样子。大招时候是完全拿卢卡斯没有任何办法哦，所以他就是调整一技能可以。本来是只有命中英雄才恢复生命，现在命中小兵也可以恢复生命，提升了前期对线的能力。速游从全等级8秒的冷却时间变成8.5秒，然后升级的话变成7秒。我觉得现在这个改动是非常好的。如果全等级都一样，那升级技能其实没什么意义。这样的话，升级技能的战术意义就更明显了。升级2技能可能可以让斩杀能力更强，对不对？然后升级3技能或是升级1技能可以让跑图的速度更高。那简单来说，这个改动就是削弱前期，增强中后期。再来米娅，简单粗暴，直接缩短大招的 CD 时间。4级的46秒变成30秒，差非常多啊。但是后期的话，26秒到20秒就还好。但是米娅其实已经还蛮强了，只是对线能力稍显差一点而已。所以这样子，米娅应该会再次流行起来。米娅其实已经很多人喜欢玩了，因为它的秒杀能力是非常恐怖的。洛林提升洛林给队友装备的强度，这个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啦，稍微提高一点队友的攻击力。前期大部分都是给打野，不然就是比较少数情况下会给中路或是经验路，前期不太会给射手，除非那射手是你的朋友。再来塞勒的话，他把云形态的大招砍了一些 CD 时间，也就是我们左滑的话是刺客嘛，刺客的话就不影响，原本的 CD 还是一样24到16秒，但是往右滑云形态的大招，就是坦克的大招，它就会 CD 就会比较久一点。这个其实我认为对战局上没有任何的影响啊，因为前期大部分我们对线也都是用刺客形态来对线。只有到偶尔的时候，我们可能经验路压敌人，然后去中路抓一波，那我们可能会用云形态来吸敌人。到后期的话，大部分也都是用坦克形态来打。但是后期这种就是属于大家大招大一波，我们也是要等队友有招才大才有用啊。所以他这个大 CD 变长，其实没有什么任何影响，因为也是要等队友。然后亚蒙写那么多，其实这根本不用测试啊，这个就是砍伤害就对了，不用任何去想任何它上面写什么东西都不用想就一定是砍伤害。冲稍微砍了一点被动吸人的伤害，砍了10点这是还好。我原本以为会砍得很惨了，本来在测试服是砍到剩10点但是好像太惨了，现在又变回20。利奥蒙德还没把教学给做出来就被砍了，但是他砍的话是还好，倒不至于砍太夸张，因为一技能对野怪的伤害太高了，所以会变成说那个抢乌龟或领主的斩杀线太高，只要不被控的话，利奥蒙德大部分都是可以拿到他一技能的斩杀线可以提高大概到1500到3000，前期4级的时候大概就有差不多1000你可以多算乌龟1000的血加上猎杀等于2000多这样子，对面很难抢这是利奥蒙德的强势，但是其实他不是强势在大招可以一直用一直追人，他其实不是。后面安卓拉跟阿特拉斯这个不用理他。然后猎魔巨剑，因为大家也没什么在出，所以也没什么差。会出的就只有几个角色而已啊，什么婉婉现在后来甚至什么哈卡特，大家都不出猎魔巨剑了，因为他伤害太低了，只有什么婉婉花火这种要撑攻速，然后打普攻特效的英雄，还有克劳德，只有这些玩家会感受比较明显为什么克劳德之前梯度突然爬上来，就是因为猎魔巨剑，那他现在这样子就要再回去了，其他就没有什么改动了，因为这是季中小改，原则上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大概这次的季中小改就是差不多这样而已就是小小改一点尤朵拉，没有太大差别，其他
他角色的体感也不会那么明显，可能洛林会有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洛林对于单排玩家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因为如果游走位选洛林，队友没有坦克的话也是不太好打哦。那个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洛林啊，大家看啊 m y s e Glory， 洛林他是有在班位上的，而且这个数据并不是今天改版的数据。大家看，它还是有16%，快接近17%的 ban 率，尤其是现在常常出什么爱丽丝啊、费登啊这种很讨厌哦，所以他现在又加强了他的被动道具的话，他现在 ban 率可能会再提高。哦，然后看百战神话的，它的 ban 率更高了，到20%，而且它这个数据并不是今天改版之后，是我前几天看就是这样。好啦，那今天改版内容就先到这边了。那现在的话，每个礼拜天我会上一个解说正片，那就还请大家支持啦。然后直播的话，我就是打素材，或者是我有空的话，我就会开。啊，不一定什么时候，目前没有固定时间啊，主要就是要照顾一下这一只啊，所以直播没有办法确定固定一个时间，那就先这样了。大家有问题可以留言告诉我，我每一条都会回啊。但是如果我没回的话，一定要记得盖一个新楼，新楼我是一定会回的。好，那就先这样吧。